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从柳三巷垃圾堆里找出来的东西，到底放在哪儿了？你笑什么呀？大头这一生，难逃那一日。我走了，你们二位也不远了，不远了。死到临头了还嘴硬。他出现了。给我拿下他！不要来救我！不要来救我！救我，你们都得死！都给我让开！不要！川岛阁下，你们想要的东西我找到了。给我抓住他！挺住，一定要挺住！马上我们就到家了啊！不，不！我不需
谢谢你救了我，面具侠，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后面的真容？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儿子，儿子，爹这一生，我胆小怕事，爹不如你，我打过你，打过你。别记恨爹，保住方满堂，照顾好你娘。爹，爹，爹，爹。孩儿不孝，孩儿不孝，爹，爹，爹，这根本就不是我要的东西，不是吗？别给我装傻，金雪瑶！要不是你拿着这些废纸到刑场上来，分散了我的注意力，面具侠怎么可能劫走风启轩？川岛阁下，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我也是听到冯司令跟丰泽耀说，丰老板拿了你们的东西，恰好在房间里发现了几张写着日文的纸，我才给你们急着送过来。我怎么知道面具侠在现场呢？明明是一片好心，却当成驴肝肺，我冤不冤啊我？你冤不冤？面具侠抓到就知道。我跟面具侠没有任何关系，他在那儿我不知道，我也不是为了他去的，我就是个良民。你们抓到他呢，那更好；抓不到他，哼，本小姐也要离开你们这个阎王殿。拿着，试试。我要见冯司令。冯司令现在正带着辫子军埋伏在封家的周围。雪瑶小姐，你说这个面具侠劫走风启轩之后，会不会去封家？废话，人家仗义出手救了封老爷，当然要把人给送回去了。不过，就算是碰到他，你们未必也能抓到他。之前交手的机会还少吗？以前不知道有密室和地道，现在知道了。瓮中捉鳖，岂有捉不到之理？冯司令特地嘱咐我，在他抓到面具侠之前，一定要照顾好雪瑶小姐。雪瑶小姐，你现在是希望我们抓住面具侠呢，还是希望我们继续抓不到？跟我没关系。为营救风启轩，丰泽耀不惜铤而走险，只身闯入刑场劫人。危急时刻，幸得水寒冰及时出现，在药物资料的掩护下，丰泽耀才得以脱身，带走了风启轩。但水寒冰却因此被押进了军部大牢受审。眼下，冯国辉与川岛英子在丰府四周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以守株待兔之势静候面具侠护送风启轩归来。届时人证当前，大军断后，
无论面具侠还是水寒冰，都将插翅难飞。佛宗开火了！开火！那么多的辫子军打一个面具侠，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啊？我就知道你有问题。放开我！面具侠已经落网了，他招揽之前所有的罪行，其中都有你的参与。没话说了吧，水寒冰？你想干什么？冯司令抓住面具侠了吗？彼には内緒。说话。还在找？去找冯司令，我要见冯司令。去，都去给我找冯司令。这个人没见过，你见过这个人？有没有见过这个人？赏黄金500两。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有没有见过这个人？赏黄金500两。没有，看清楚了，看清楚了，真的没有，真没见过。走。你怎么到这儿了？司令，军水瑶在审讯室里挟持了会长，提出要见您。什么？水寒冰，今天就算是我死了，你也别想走出这座阎王殿。雪瑶啊，听说你要见我。没错，我有个问题要问冯司令。有问题你就说啊，别动枪啊！这把枪是川岛英子的，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冯司令，别跟他废话了。冯司令，
这辫子军的军部到底是您的，还是他川岛英子的？你不都说了吗？这辫子军是老子的，辫子军的军部，那自然是老子的了。既然如此，川岛英子乱杀无辜，您管还是不管？你别讹人先告状。冯司令，回答我，您管还是不管？你先把刚才发生什么事情跟我详细说说。川岛英子借口面具侠已经落网了，说我是他的同谋，让我认罪伏法。你就是水寒冰，你是因为身份暴露了，所以现在想杀人灭口。如果我是水寒冰，是面具侠的同谋，刚才在第一时间趁着要挟你的机会，我就逃离军部了。我为什么要等到冯司令来，还要跟他解释清楚，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冯司令，您是辫子军的首领，雪瑶相信您一定会明察秋毫，还雪瑶一个清白。就算是您不相信雪瑶，雪瑶也要说一句，雪瑶是清白的，是金王爷的外甥女，我是无辜的。冯司令，不要听他的解释。刚才我告诉他说面具侠已经落网的时候，他的神情已经出卖了他。神情？你是靠神情确定他有罪？严刑拷打，必定能够水落石出。冯司令，舅舅已经知道下个月辫子军的祭孔大典，到时候还麻烦您把雪瑶的尸首还给舅舅，告诉舅舅，大清不昌，雪瑶才有今天的耻辱。雪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别，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放下！雪瑶，我向你保证，在我冯豹子的军部监狱里啊，你死不了。冯司令，谢谢冯司令。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羞辱，他竟然敢用枪指着我的头！这不是权宜之计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帮这个乱党说话呢？他要是乱党啊，他就早心虚逃跑了，还会坐以待毙呀。他后来不是拿枪指着自己的脑袋，准备以死明志吗？那只是他的苦肉计。你知不知道这次放走了金雪瑶，我们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从他嘴里套出面具侠的下落。行了，我再跟你说一遍，金雪瑶是金王爷的外甥女儿，你要怀疑她和面具侠有关系啊，你拿出真凭实据来，否则别在我面前嚷嚷。老子是绿林出身，靠的是一双手一杆枪，打下了辫子军今天的江山，老子才是辫子军的总司令。怎么做事儿，不用你教我。好，我会让他亲口向你证明的。真是大清不昌，个倭女也给我摆脸色。爹，我刚刚看报纸，报上说面具侠劫走了封老板，现在呢？现在他们在哪儿啊？冯启轩已经死了。死了？对，今天他的尸体啊，一早上被马拖回了冯家。那面具侠呢？有面具侠的下落吗？我要知道他在哪，我还会在这儿啊！我早把这个王八蛋卸18块了。
は棍文を出た後方形に戻り、早く出かけている硫酸マチの黄色い板、ずっと方を消息する。金星する。他死了，你别为他节哀吧。谁也不许扶他。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们。回屋歇会儿吧，饭好了我叫你。是。摸着你的手就不疼。冯泽阳，你现在的样子很丑，不适合泡妞。
夫人请你们去餐厅。坐吧。坐吧，都坐下。做了几个菜，你们尝尝。来，尝尝吧。知道你爹生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耀儿很久没有回来一起跟我们吃饭了，等他回来，你亲自下厨做一桌，好不好？我答应他了。我呢，总是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吧。今儿我得给你交个底儿。这么多年，能真正钻进我心眼里的，让我牵肠挂肚放不下的人，是他，不是你。对不住，儿子。年轻夫妻老来伴儿，我和你爹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你们也是一样。父母啊，子女都会离开。迟早都会离开的，可只要身边的人还在，这日子啊就垮不了。父母没了，你还有媳妇儿，还有傅满堂，记住，什么时候都要守住他们。娘，娘，娘，你怎么了？娘，我又好了，是河定火，不解之毒。娘，儿子，看看这双手。打小就养尊处优，没受过一点苦。以后要靠他撑起冯家了。儿子，娘要你做棺材，是让你知道死有多难。好好活着，爹娘在天上看着你，看着你，一辈子都要好好的。娘，
你别说话，我去给你找大夫。这个世上，帮你医治我的大夫已经走了，让自己找他去。不要死我！娘！老爷，我来了。不。不得呀！你这个不孝子！我自己来。今天是风喜轩出殡的日子。是。我听说，他老婆为他自杀殉情了，烈妇啊！这一大早上的，又是出殡，又是自杀，还让不让人吃饭？嗯，好，吃饭，吃饭。对了，吃完饭以后啊，你们俩代表军部，给封家送块牌匾，以表彰两位老人家身前身后啊，对我们滨江县城贡献。我不去。玉玲，好歹人家也是你前公婆，你就替姐夫去一趟吧啊！你闭嘴！好，我闭嘴，我闭嘴。爹，封老爷最后是在您的军部刑场被人劫走，现在死了，您让我去吊唁，这是什么呀？这是猫哭耗子。话不能这么说，抓他是因为法度，送他一程呢是出于情义，杀人封侯，此乃将帅手腕啊！对吧，姐夫？放心吧，司令。等会儿我们去一趟。还是龙姑爷懂事儿。姐夫，你吃饱了吧？丰泽耀，吉时到了。时间不等人，不要让二老走得不安。
陆叔，抬棺，出殡。是。你怎么来了？谁送？奉岳父冯司令之命，给封老爷、封夫人送块牌匾。我不要。封泽耀，你是不是傻了？这活了快30年的人，爹娘一走，就变成个小孩子了。冯司令给的东西是你说不要就不要的。你爹娘一世的英名，都要毁在你一个人手上了，龙锁。龙锁送匾，表面悼念，实则庆幸。不要也行，但是今天谁也别想从这个门走出去。小河道，回去告诉冯司令，封家人的命比他的牌匾重。吉时已到，走。丰泽耀认识到，对那个人来说，他们之间已经毫无兄弟情谊可言。尽管风启轩夫妇与丰泽耀并无血缘，但20多年的养育之情，他们早已亲过至亲。如今，因受自己牵连，以致爹娘相继离世，丰泽耀几近崩溃。他没有想到，那块面具的代价竟是如此的重，如此的痛。你还没给老爷夫人磕头呢。让他去吧，这个头，他迟早会磕的。今天在封家门口，你就是这么被小核桃打败的吧？你只是心思太重，却偏偏遇到了一个最单纯的对手。其实高手过招凭借的不是招式，而是对生死的感悟。多谢川岛阁下赐教。封家的人现在怎么样了？怎么样？2条人命，你说他们怎么样？那丰泽耀呢？丰泽耀，他连话都不会说了，像个小孩子。我真没想到，这就是当年那个风流倜傥的大少爷。所以他让你感到放心了，对吗？至少出了口恶气。打败一个太弱的对手，好像不是很值得高兴。为什么你们都这么说呀？还有谁？冯玉玲。那是因为女人的直觉总是最准的。直觉。如果丰泽耀就是当初那个闯进刑场的面具侠，那么在风启轩亡故之后，他设法还回尸体，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风家。这样的丰泽耀是不会被生离死别所打倒的。你是说，丰泽耀在装疯卖傻？我不管他是不是在装疯卖傻，他都必须恢复正常，开口说话。风启轩以为死是解脱，我就偏偏要从丰泽耀的嘴里撬出那些资料的下落来。您打算怎么做？相信对于丰满堂目前的情况，大家也有所了解。丰老爷刚刚去世，丰少爷思虑过度，无法执行长事之职。对于丰满堂而言，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本人暂时全权负责丰满堂的制寿2项业务。
之前由丰满堂提供给小林商会的第2批曼陀罗花粉，雪瑶小姐还有印象吗？有。如今3个月不到，却有大半的药物再度出现了性状的改变。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在接收这批药材的时候，川岛阁下可是代表会商会逐一开箱检查过的。可是这些药箱毕竟在丰满堂的药材库里又过了一。根据当时前来检查的辫子军行动队队长龙所亲口所说，他当时确实发现了一个木板松动的药箱。他本想开箱检查，不料却被雪瑶小姐蓄意给阻挠了。川岛阁下，请注意你的措辞。第一，你不在现场，现场的情况你不了解。龙所的一面之词也不能全信吧。第二，我来给你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绝对没有蓄意阻挠一说。第三，不管过程是怎么样的，其结果，龙所都没有打开药箱再次检查，所以没有证据能证明药箱里的药材在提供给小林商社之前出现了品质问题。可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对吗？如果仅仅说的是可能性的话，那我也要说了，药材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也很有可能是你小林商会自己保存不当所导致的。商会的贮藏环境我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今天过来就是要封锁厂区，彻底检查丰满堂的贮藏环境。川岛阁下，你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你确定你比小林商会多5%的股份？林、刘、张3位股东，你们同意吗？3位的祖上和封家都有过命之交，封老爷现在尸骨未寒，3位就把股份卖给了小林商会。请问3位，你们到底行的是哪门子规矩？规矩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封老爷一死，封少爷又是个不成器的。与其守着丰满堂的烂摊子，还不如拿钱走人，另立门户。100年的丰满堂，当初不也是这么创立的吗？55%的股份，我想已经足够我在丰满堂的决议上说话了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封锁药厂，彻查所有的药材。待我摸清楚情况之后，我会为他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至于雪瑶小姐你，愿意的话就待着，不愿意随时请你离开。不过，请你替我带给封少爷一句话：他祖上的丰满堂没了。若他想保住丰满堂主事之位，请他来小林商会与我一去。丰满堂说封就封，我们去哪里吃饭，对不对？智慧此人
那你把这月的薪水给我们呢？就是大家听我说，这次的事情是小林商会的川岛英子一手策划的，跟封家无关。封家已经不是丰满堂最大的股东了，但是我保证，保证个屁！走！川岛英子让我给你带句话，你祖上的丰满堂没了。整个封家大院都可能保不住。我明白，我知道，我不想来打扰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他现在点名要见的人就是你呀，丰泽耀，你的手里是不是一定有他想要的东西，对吗？你得去跟他谈谈，吊住他的胃口，让他把丰满堂的封锁给解除了呀。你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起来，走，走，走。站住！站住！干着一样掉脑袋的事情，他带我来过。冯泽阳，你给我醒一醒，醒醒！你告诉我，面具侠他在哪儿？在哪儿啊？冯泽阳，我等着你的答案，你知道吗？你在哪儿？
回目の時から気に入ったね。まさか今日使えるようになった。川島君、よくやってくれた。ご満足ならば。もっと早めに基地の最優選択でしたけど、金王者に横取りされ、今になってやっと実現できました。今後資料を紛失して披露されても、ホーマンドの名を借りるより責任を負わずに済ませるから。ホーマンドを拉致したね。ホーマンドだけでなく、そしてまたマスクマン、彼の正義の名を使い、我が実験が成功した後、我々の成果でベンシ君まで拉致して長官のご希望を備えたい。兵士一人も使わず、ベンシ君全体及び北満まで制御、関東軍拡張を実現させます。一度資料をなくしても大丈夫。1号2号のサンプルはすでに薬物の威力を証明した。今怪我されてない薬剤を使用すれば、このわしは大量な幽霊2号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る。すぐ使用に至っても絶対失望させてくれないんだろう。絶対ない。阿斯的看清楚了吗？千真万确。川岛英子带着石川秀吉和一帮实验员进了丰满堂，而且在外面还派了大量人员站岗。早就知道他不怀好意，没有想到他把实验基地搬到了那儿。这木头不是已经遗失了吗？为什么这么快恢复了实验？遗失了木头，只能证明他们无法进入人体实验。但是如果他们跳过这一环节，直接进入药物的大批量生产呢？必须尽快冲破他们的封锁。用敌人的方式羞辱敌人，是对敌人最好的报复。你找我来，不会是吃点东西这么简单吧？刚刚走的那些人是丰满堂的股东，我试图的劝说他们和我一起反对川岛英子封锁丰满堂，可是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一来，他们是不满意丰满堂的现状，寄希望于川岛英子许诺他们的发展前景；二来，他们不敢得罪财大气粗的小林商会，怕断了自己离开丰满堂的退路，所以现在的丰满堂孤立无援，被彻查，被查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的买卖。现在我跟封家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懂，你跟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冯小姐，人走，心也能走吗？那日出殡，你和龙所一起来的，打着送牌匾的旗号，实则你们各自存着自己的心思。龙所是为了看丰泽耀的笑话，而你是真的想来送二老最后一程。我没有。我们都是女人，你骗不了我。是，以前是丰泽耀对不起你，他负了你，可是你对他的感情，对丰家的感情还在，所以今天我来请你，请你能看在以往的情分上，让我和冯司令见一面，让他知道川岛英子对于丰满堂都做了些什么。就算是给丰满堂最后一次机会。机会？
我曾经给丰泽耀很多机会，可是他不要，他不懂得珍惜，他一手把我推出了丰家。而如今，你是丰少奶奶，你要帮他，所以来找我。可是丰家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我不会帮他。丰小姐，是龙夫人。现在，我是龙所的妻子。无论从你我之间，还是他们之间的恩怨来看，我们都不是可以坐在一张桌上闲话家常的对象。以前，在丰家的饭堂没有这样的缘分，现在更没有。你问我，是不是对丰家和丰满堂还有感情？这点我承认。不过，我认为最好的感情就是和他们相忘于江湖。我不会报复，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胸襟会出手相助，尤其是你开口求我就更不会。我想其中的道理，身为女人，你应该能够明白。哟，灵儿回来了，有什么事儿啊？这是怎么了？爹，我听说川岛英子带人查封了丰满堂，这事您知道吗？你听谁说？我路过看见的。爹，丰家2楼前脚刚下葬，他后脚就带人查封丰满堂，这事儿干得太不地道了吧？是不地道，但没辙呀。您怕他？爹怕过谁？这辫子军祭孔大典马上就到了，我得把辫子军里里外外理清楚啊！武器、粮食、操练，我得让辫子军恢复到最佳的状态。可时间不等人呐，能生产你爹的东西的，只有丰满堂。爹，您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事儿你就甭问了。反正啊，光虎爹的复辟大业，要是能成功啊，那些娇小的乱党分子都得在爹面前呐，继续乖乖的俯首称臣。爹，又怎么了？丰满堂毕竟造福过无数滨江县的百姓，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早日解除封锁吧。女儿，你跟爹说实话，你是在乎滨江县城的百姓呢，还是在乎丰？我终于听见了，我听见了老唐跟我说话。他跟我讲了好多好多您的苦口婆心，是儿子不孝啊，一直都不懂您的意思。我已经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爹，您就把我带走吧，让我到了下面再好好的孝敬您。少爷的疯病是越来越厉害，这可怎么办呢？我已经看完了老爷自行总结的针灸大法。你要干嘛呀？这可不行吧！我跟着老爷几十年了，我都不敢摸针的，你再看一遍就要上手。都现在这样，只能试试。你去跟他说话，分散他注意力，我好扎针。这快！少爷。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药物的研发，并且进行了批量生产。贵国的石川教授啊，不愧为一流的精神类专家呀。希望在祭孔大典之前，能为司令您装备一支同样一流的幽灵部队，以助您一举完成复辟大业。如此甚好。药材供应跟得上吗？之前只剩下一小半没有被污染的药材，我又通过几个股东查到了丰满堂的药物采购渠道，现在绝对能够保证药物的生产顺利进行。果然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啊！不仅如此，面具侠就算再找到这儿，他想毁了我们的实验基地，也得考虑考虑丰满堂的存废和名声。高招，投鼠忌器。除了投鼠忌器，我还要让他为我所用。为你所用。龙锁，是你让他假扮面具侠的？有真才有假嘛。既然真的不肯出现，那么假的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冯司令，我会向你证明，你之前对丰泽耀和金雪瑶的一再纵容，是你错。司令，您先回吧。閉めて。对，冯司令离开以后，川岛英子不但叫人撕掉了封条，还撤走了门口的守卫。那石川秀吉和那批试验员呢？没看见他们出来。难道是他？谁？可是封家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我不会帮他。他不是拒绝帮助了吗？嘴上这么说，但不一定这么做。看样子是冯司令说服了川岛英子，解除了对丰满堂的封锁。可是丰满堂的员工没有接到任何通知。那也就是说，石川秀吉和那帮实验员没有撤退。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要不这样，等天黑了，我再进去探探。反正守卫也撤了，要进去应该不难。可是里边现在什么情况，我们谁都不知道啊。只要冯司令不插手的话，顶多几个日本武士。丰满堂我去过，那个地方我熟。只要不正面交手，外面留2个兄弟接应，如果有什么情况想撤退，应该不难。好，阿四，天黑以后你带人去丰满堂。是。韩明，你盯住丰泽耀，早日从他嘴里问出实验资料的下落。我知道了。我是面具侠，我要行侠仗义，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在找什么呢？催眠药，我得让他睡一会儿才行。放开我！我是面具侠！放开我！那么大呢？我呸！我呸！嘿嘿，你喷我，我还喷你呢！我呸！不要！你是特意的吧你？我杀了你！我不会被你打败的，我是面具侠。恶心死了，全是口水的味道。小核桃，你来闻闻，还有没有味道？
闻仔细一点。闻仔细了，你就那么嫌弃他？可那都是口水啊！口水怎么了？当初你生病时，你自己还把嘴里嚼得稀巴烂的菜吐到他脸上了，他有说什么吗？他没有。现在轮到他了，你就不能对他耐心点吗？耐心？我是没有耐心。丰满堂还在封锁着，员工3天2头的找上门来，丰家整个都快被他们挖空了。冯司令的祭孔大典转眼间又要到，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堆在这儿。可是丰泽耀呢？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对不起啊，我不是怪你，就是怕你把他给丢下。原来我曾跟一位师傅学功夫，他告诉过我，习武之人越是天资聪颖，越容易灵感奔涌，瞬间成魔。这是禅病里的悲魔，一旦引发了，无药可医，佛法无益，必须得我一个人唤醒他才行。若是唤醒了，此人的武功必有长进，否则悲魔一起，悲从中来，便有毁身之险。你是他师傅，你去唤醒他呀！我唤醒不了他，他的卡从来就不在我这儿，现在能唤醒他的人只有你一个了。小梅，你告诉我，丰泽耀是不是面具侠？如果他是，我会开心的。我不知道。如果你不开心的话，你就会像刚刚你把口水洗掉一样，毫不犹豫。但现在你想了这么久，就说明你心里还是开心着的，只不过你嘴上不说，面子上端着罢了。你在说什么？你说，你们大人真是太奇怪了。面具侠，要你命的人。
没事吧？哥，快走，面具侠，走。快走！天牛，天牛，到底出了什么事了？阿四呢？阿四呢？面具侠上。天牛，天牛！喂，这城楼上挂着的2具乱党尸体，都看清楚了吧？我之所以让他们示众，一呢，这影视场里那些乱党蠢蠢欲动的余孽；二嘛，是向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抓住这2位乱党的是鼎鼎有名的滨江县城里的面具侠。你们听的没错，昔日与我疯豹子作对的飞天大盗面具侠已经接受了我的招安。你们想一睹面具侠的真容吗？下面我就请面具侠与大家相见，你们看清楚喽。你是谁？我是面具侠。告诉他们你的身份。辫子军行动队队长。告诉他们你的任务是什么？铲除乱臣贼子，永保大清江山。铲除乱臣贼子，永保大清江山。你们都听清楚了吧？凡是与我冯豹子为敌的，只有2个结局：要么死无葬身之地，就像他们；要么终究要臣服于我，就像你们崇拜的面具侠。没有第3条路可走。你们既然是大清的子民，就要与我一道，同仇敌忾。乱臣贼子啊，人人得而诛之。我们大清江山永不不朽。真的是他，面具侠，是一个戴面具的人，但不肯定是面具侠。连损了我3员猛将，我非把这个混蛋给揪出来不可。冯司令借面具侠之名行事，一是震慑，二是造势，看来他复辟的脚步迫不及待地迈开了。现在，除非真的面具侠现身，才能戳破他的谎言，否则人心生变，革命成果恐将毁于一旦呐！真的面具侠。冯国辉利用笼锁，以假面具来迷惑视听，更残忍杀害革命党人，动摇军心。
正如苗和谷所言，现在只有让真面具侠现身，才有打破谣言、重拾民心的可能。可真面具侠在哪里？他又会是谁呢？水寒冰的脑海里再次出现了丰泽耀的名字，是对是错？水寒冰决心一试。1000年、10000年，也难以诉说尽这瞬间的永恒。哎呀，你别喝了！你吻了我，我吻了你。你别喝了，你再这样子下去，他连理都不会理你了。你好好睡吧，睡醒就好。看到眼前这一切，你熟悉吗？是不是觉得曾经发生过？那天你把我绑到了这儿，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戒指，向我求婚。你当时拒绝了我。是的，我说 shit。从我们在巴黎第一次在小河中相遇，我就总对你说 shit。可是你总以为我爱你，你感激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其实那天，我是在逃命。
搭训而已，对吗？想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太难了。不难，只是你不想。冯泽耀，你不愿意做一个只低头做买卖、勿问国事的男人，对吗？看惯了大江大海，小杰，您不舒服，要不要请个医生来看看？不用了。我爹呢？他还没回来呀？明天清明了，老爷准备给县夫人上门的东西。那姑爷呢？哦，刚打来电话，说去办老爷交代的事情，要晚些回来。你去再给我准备一份香烛纸钱，明天我要用。好的，我现在就准备。今儿是清明节，龙所有事儿在身，媳妇玉玲替他来见你。希望在天之灵保佑全家平平安安，不求富贵，只求平安。
练了。这样练兵，你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你们是人吗？你们不过是冯司令养的狗，再不好好练，小心我把你们都活埋了。你说什么？我们是狗，那你是什么？少说两句。你就是躲在面具背后的小人。再这样练兵下去，兄弟们个个都是非死即伤。我这就禀告冯司令。坐稳上。冯队长，不练呀？看见了吗？这就是违抗我的下场。继续练。怎么样？重回辫子军的感觉不错吧？别急，一切才刚开始，好戏还在后面。玉玲。